去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2.1万亿人民币，是美非贸易额的4倍之多。非洲的石油、矿产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中国的商品和工人潮水般涌入非洲，铺就了一条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安全领域同样暗流涌动，中国不再满足于派几个维和警察意思意思，而是大踏步踏入了以前避忌的军事领域。2017年起，解放军在吉布提启用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与美法日多国基地比邻而居，打破了中国长期宣称的绝不在海外驻军禁忌。如今这座耗资数亿美元、占地90英亩的基地扼守亚丁湾出入口，被视作中国全球雄心的里程碑。与此同时，中国军火大量涌入非洲。近些年，北京一跃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占这个地区军火进口的约 19%， 成功取代俄罗斯的老大地位。10年前这一占比还不到1成，如今差不多每5件非洲枪炮弹药中就有1件刻着中国制造。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背后，都绕不开一个名字——吴京。说错了，是习近平。在他上台之前，中共的红色旗帜其实已经在非洲飘扬了数十年。毛泽东时代，北京自诩第三世界的老大哥，一边支持非洲的反殖民独立运动，一边勒紧裤腰带往那儿派医生、派专家，甚至明明自己口袋里蹦子没有一个。1970年代还硬是咬牙拿出10亿元人民币，在非洲援建了坦赞铁路。冷战结束后，中国对非策略一改意识形态挂帅，转为务实的经贸合作。91年以来，中国外长每年新年首访必定去非洲报道。2000年，江泽民拍板创立中非合作论坛，一波波的邀请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到2009年，中非贸易额已把美国挤到身后，中国成了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习近平登场之前，中非关系这副牌局的底子已经铺好了，筹码也码得差不多了。轮到习近平上台，他显然不满足于在前任铺好的路上按部就班地走过场。2013年初执政伊始，他就把目光牢牢锁定了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陆。他要猛踩油门，在既有基础上全面提速，把非洲这盘棋下得更加纵横捭阖、惊心动魄。10年来，平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绘制了非洲的权力版图，这背后有一条线串联出一盘精彩复杂的布局。我们不妨循着时间与逻辑脉络，来看看平平是如何布局非洲的。大家好，新闻太早知道，消息来源很不可靠。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听床新闻。本周第一条新闻：高市扫描台湾言论。闭嘴闭嘴！你不想在日本待了？记住，最近和日本有关的不能说。比特币女王钱志敏被捕，引发舆论哗然。某中国籍男子王某试图效仿，裸贷投资比特币，冲错平台冲成了 Q 币，给自己气进 ICU。目前王某暂无生命危险，下周还能继续拍案。投资有风险，望大家引以为戒。这个也不能说。王局，你捂错人了，这个是我说漏嘴的。接下来是最重磅消息，据不知情人士不完全透露，习近平准备在非洲称帝。接下来我们收看新闻大写现场报道。时间倒回2013年3月，剧情伊始，习近平刚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位新领导人的首次出访会选在哪里？出乎多数人意料，他把第一站选在了非洲。在此之前，历任中国领导人也访问过非洲，但像这样把非洲当首访重点的，还真是头一遭。西方媒体一片懵逼，而非洲各国则受宠若惊。坦桑尼亚为习近平来了个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就连当地街头都张灯结彩，俨然在迎接一位超级明星。当然，此时的中国在非洲早已有了深厚布局，非洲国家挖出的矿石和石油有一半卖到了中国，非洲商店里的日用品有一半来自中国义乌。这趟习近平首访正是踩在了这些稳固基石上，顺风顺水地展开的，可谓站在前任肩膀上更进一步。他在坦桑尼亚的讲话中话里有话地嘲讽了西方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陷阱，同时重申对非合作不夹带任何政治私货。这等于给许多非洲领导人吃下定心丸，没有人权说教，没有民主考核，只讲尊重和平等互利。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随后公开为中国的立场叫好，放话我们不需要外人来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语气中对西方满是不屑。习近平的非洲首秀为其后来的非洲战略定了调，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新型对非合作模式浮出水面。他更务实，讲究真金白银，他标榜尊重主权，从不过问别国内政，他唤起历史情感，重提中非并肩反殖民的交情。这些论述为日后中国在非洲的大展拳脚奠定了基调。习近平那次出访就是在非洲棋局上落下的第一颗棋子。如果说2013年的首访是序曲，那么接下来几年则进入了高潮。习近平知道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
基建狂魔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在国内以基建速度惊人而闻名，到了非洲更是火力全开，修铁路、铺公路、架桥梁、筑水坝、开矿场。短短几年内，非洲大陆几乎到处都有中国基建队伍忙碌的身影。15年12月，一幕标志性的大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上演，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再次举行。这次峰会上，习近平豪气地宣布，未来3年将向非洲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优惠贷款和融资支持。消息一出，会场掌声雷动，许多非洲领导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笑容。他们没想到中国的手笔如此之大，而这600亿美元的大礼包只是开场小菜，后面的硬菜更是陆续登场。峰会闭幕后几年里，中国资金如开闸洪水般涌入非洲基建项目，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就是经典案例。这条连接东非最大港口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现代化铁路，全长约480公里，由中国提供绝大部分贷款，并派出中企承建。2017年铁路通车时，肯尼亚总统乌胡卢肯亚塔在仪式上激动得热泪盈眶，称这是肯尼亚100年的圆梦工程。除了铁路，中国公司还在非洲各地修建公路、港口、机场，大兴土木，无处不在。埃塞俄比亚有中国援建的高速公路和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尼日利亚有中企承建的现代化铁路贯通首都阿布贾至卡杜纳，安哥拉用石油换贷款交给中企建设新城新区，埃及开罗的新行政首都里面也少不了中国施工队忙碌的身影。放眼非洲诸国首都，地标性建筑里总能找到中国制造的印记，塞内加尔的国家大剧院、莫桑比克的议会大厦、刚果金横跨刚果河的1号公路大桥等等。过去10年，非洲遍地开花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几乎都有中国资金和中国工程师的身影。经济攻势的另一面是贸易和投资数字的飙升。近年，中国不断扩大对非洲商品的进口，主要是石油、矿石、木材这些资源。同时，中国制造的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机械设备，在非洲市场上也是琳琅满目，供销两旺。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0亿美元的新高，又增长了35%。2022年更攀升至2820亿美元，再创新纪录。为了缓解中非巨额贸易顺差，北京还贴心地主动对部分非洲国家免除了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关税，鼓励他们多卖点东西来华，以示平衡贸易的姿态。这种大开绿灯的优待，在很多非洲国家看来，简直就是投桃报李的见面礼。与贸易齐头并进的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快车道增长。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400亿美元。近年每年流向非洲的新投资约在30到50亿美元左右，较20年前暴增数十倍。中国的资金和商业网络可谓渗透无孔不入，正深刻改变着非洲的经济版图。2018年是中国对非经济攻势的巅峰，当年9月，北京再度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峰会期间出现了一幕朝圣合影。虽然把它比作朝贡可能刺耳，但不得不承认，北京正以一种软性的宗主国姿态重塑中非关系。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未来3年中非合作的8大行动计划，为中非合作绘制了顶层设计蓝图，而非洲国家则一致投桃报李，在会上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和国际主张。北京和非洲的关系仿佛进入了蜜月期，中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投入，让不少非洲国家看到了发展希望，也让北京在非洲声望空前。然而，钱可以铺路，但要真正重新绘制非洲权力版图，光靠修桥铺路还不够。接下来，习近平开始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落子布局，更隐蔽却同样凌厉的一场博弈正在展开。经济大戏之后，暗流涌动的政治角力和军事博弈已悄然登场。经济上的砸钱铺路是一方面，要在非洲翻云覆雨，改写权力版图，政治影响力这一盘棋更为关键。首先登场的是前面说的北京奉行多年的外交法宝，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把它包装成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哲学，在非洲可谓屡试不爽。这简直像是为非洲那些饱受西方指责的执政者量身定制的解药，专治西方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指手画脚的毛病。你想想看，一位长期执政的非洲总统，每年都被欧美叨叨人权，催着搞多党选举，听得耳朵起茧，可他哪愿意照做？这时，中国大使笑吟吟登门，我们尊重贵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从不干涉内部事务。总统先生能不心花怒放吗？更别提北京还端上一桌丰盛的贷款援助。对于执政不力又嗷嗷待哺的政权而言，这等于雪中送炭。一些被西方疏远的非洲强人顿时找到了知音。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是典型一例。这位在位近40年的非洲常青树，因打压异己饱受西方诟病，可中国对他一直礼遇有加，从无微词。
19年，当乌干达反对派领袖、歌手出身的鲍比怀恩掀起抗议浪潮时，《华尔街日报》就爆料，华为公司的技术人员协助乌干达政府入侵了怀恩的通讯系统，帮助当局镇压了反对派，几乎一出科技谍战片。而类似剧情也在赞比亚上演，华为员工协助赞比亚政府监控抓捕了一批匿名批评政府的反对派博主。虽然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直接下令，但中国公司提供的这些监控技术无疑成了独裁者们维稳的利器。这些事件在非洲人权活动者眼中成了中国输出威权主义的铁证，可在不少非洲执政者看来，却证明了中国这个朋友靠得住，关键时刻帮了大忙。与此同时，北京还通过政党交流和精英培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非洲政治生态。中联部近年来频频邀请非洲执政党干部访华取经，内容从经济发展到媒体管控无所不包。中国不会直截了当教唆非洲搞一党专政，但耳濡目染之下，潜台词再明显不过，我们的发展模式你们可以参考，不用理西方那一套。坦桑尼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长期由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高层与中共一直保持密切交流。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甚至公开表示要以中共为榜样，走埃塞特色民主道路。中国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当上了一些非洲执政党的思想教练。除了提供思想武器，北京更善于运用经济和外交筹码换取政治支持，最典型的莫过于台湾问题。2013年以来，非洲仅存的几个与台湾有官方关系的国家陆续改弦易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冈比亚、布基纳法索等相继与台北断交，转投北京怀抱。到2018年，整个非洲大陆只剩下斯威士兰一个小国，还和台湾藕断丝连。北京在非洲彻底孤立了台湾，堪称外交上一大胜利。当然，这背后少不了真金白银的利诱。布基纳法索刚与台湾断交，就收到了中国援建医院和基建项目的大礼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投向北京时，也拿到了发展援助的承诺。这种现实利益换政治立场的交易，基本是公开的秘密。北京不避讳以一中原则绑架经济利益，你支持我，我帮你，你敢两边摇摆，对不起，钱袋子立马收紧。于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联合国都坚定站在中国一边，为北京背书。当然，中国在暗中下棋的同时，也提防着自己的非洲小兄弟们。有件堪比谍战片的丑闻不得不提，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大楼，是中国出资2亿美元援建的礼物。2012年落成启用，一度被誉为中非友谊的新象征。但2018年，法国《世界报》爆料，非盟大楼的服务器每到凌晨就神秘地将内部数据悄悄传送到上海某台服务器上。非盟总部的 IT 部门早在2017年初就察觉到，每晚0点到凌晨2点，大楼的服务器流量都会诡异飙升。仔细排查日志才发现，大量内部数据正被偷偷传送往上海的一台服务器。这场午夜数据快递居然自12年大楼落成时就开始了，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技术人员随后在大楼的墙壁和办公桌内发现了多个微型窃听器，简直像谍战片里的桥段。爆料传出后，非盟高层明知不妙，却迫于情面对外矢口否认，私下里则火速更换了由中企提供的服务器设备，收回网络控制权，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协助配置提议。非盟甚至特意请来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网络安全专家，对大楼进行了彻底排查和加固。当然，中国驻非盟大使不会承认这个事情，斥责这一报道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说纯属西方挑拨中非关系的无稽之谈。不管窃听风波的真相如何，如今非洲联盟对中国的依赖已是不争事实。非盟每年很多重要项目和经费都仰仗中国援助支撑，甚至2015年非盟峰会会标的设计工作都是中国搞的。面对这种渗透，非洲国家难道甘心做北京提线木偶吗？事实并非那么简单，非洲领导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中美欧三方角力中，许多人其实玩的一手左右逢源。当西方援助附带苛刻条件时，他们就拿转向中国来要挟西方让步。反过来，当中国贷款条件不如意时，他们又可能抛出美国或欧洲的方案吓唬北京。说白了，不少非洲政客深谙在大国博弈中渔翁得利的艺术。习近平在非洲下了一盘大棋，但非洲玩家们也绝非任人摆布的木偶，而是各怀心思。近年来，非洲频繁上演政变，中国则表现出精明务实的态度来应对。无论是马里、几内亚还是尼日尔政变，北京都没有跟随西方谴责或制裁，而是含蓄地表示尊重非洲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谁上台都行，我们都可以合作。相比之下，欧美通常是暂停援助，呼吁迅速还政于民。中国这种默认继承事实的态度，自然深得新上台的军政府欢心，也再次巩固了他在非洲不管谁掌权都吃得开的地位。说到底，北京追求的是铁打的生意流水的官，管你政权换了几波，只要还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就是朋友。
台前的政治博弈如火如荼，而幕后的军事角逐也在酝酿升级。接下来，一场暗潮汹涌的军备与安全较量将在非洲大地展开。这个东西最大的难点是在哪里呢？非洲人民是没有钱的，他们是没事就会打仗的，还有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全中国14亿人民拿着几千个亿，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把人民币给到非洲怎么给的？怎么跟当地沟通的？钱是怎么花的？天上地下坦克飞机卖军火怎么去做的这些事情，这个经验是无价的。长期以来，中国闷声发大财，对海外军事介入小心翼翼。然而在习近平主政后，这一切开始改变。中国逐步在非洲展开了一系列从军火销售、军事训练到驻军维和的行动，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先看武器输出，冷战后的很多年里，非洲军火市场几乎是俄美欧的天下，中国只占一小杯羹。然而最近10年，中国武器在非洲的销量急剧攀升。2019年开始，中国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超越了长期称霸的俄罗斯。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占该地区军火市场份额约 19%， 略高于俄罗斯的 17%。换言之，非洲军队每进口5件主要武器，其中就有1件来自中国。这些武器品类齐全，小到子弹、步枪，大到坦克、战斗机，乃至武装无人机。一些非洲国家以前没钱买高端装备，如今靠着中国的拼多多价格，军备也能武装到牙齿。尼日利亚空军采购了中国造彩虹察打一体无人机，用于围剿极端组织伯克圣地。埃及引进了中国翼龙无人机来巡逻边境。坦桑尼亚和苏丹等国的军火库里也出现了中国制造的多管火箭炮、防空导弹。中国几乎开了一家非洲武器淘宝店，从轻武器到重装备一应俱全。许多被西方禁运的非洲国家，比如津巴布韦、苏丹，都能从中国买到想要的军备。南苏丹内战期间，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向交战中的南苏丹政府卖出了一批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反坦克导弹、自动步枪、火箭弹等。当时正值2014年南苏丹冲突最惨烈之际，这笔军售惊掉了国际社会的下巴。一边中国派维和部队以调停者姿态驻守，另一边却暗地里向交战方出售武器。消息曝光后引发巨大批评，中国随后紧急叫停了后续供货，并宣称不再向南苏丹出售武器。虽然这算一次跌份的翻车事故，但多数时候中国的军火生意要顺利得多。比如尼日利亚以前向美国采购武器屡屡碰壁，因为西方因人权问题不肯卖先进装备。后来尼日利亚索性转向中国买无人机等新式武器，结果大大提升了剿灭伯克圣地的效率。有尼日利亚军官由衷地说，中国武器帮助我们填补了西方制裁留下的空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许多非洲国家军队的重要装备来源。关键时刻，这些国家不再看华盛顿脸色，用谁的枪就得多少听谁的话。这么一来，联合国表决时，这些接受中国军援的非洲国家当然会照顾北京的立场。从长远看，当一支军队在装备、零件、培训上对另一个国家形成依赖，也就埋下了战略倾向的伏笔。这等于中国在非洲安全领域布下的一颗颗棋子。除了卖武器，中国在非洲的驻军和军事存在也进入新阶段。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落户吉布提。2017年7月，解放军海军护航编队驶入红海，在吉布提多哈雷港缓缓靠岸，中国第一座海外保障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吉布提这个小国占据红海咽喉位置，美军、法军和日本自卫队早就在此驻扎多年。中国此前从未在海外设基地，这一刻可谓破戒。它意味着中国军队史无前例地在异国他乡扎下了一根钉子。吉布提基地面积虽然不大，但码头按中国航母尺寸建造，可驻扎上千官兵和多架直升机，停泊大型军舰。基地造价数亿美元，位置正好俯瞰亚丁湾和红海航道，地理意义重大。这个支点标志着中国军力投送能力的一次重大飞跃。基地一开张，中美军队立刻在非洲狭路相逢。2018年，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称，在吉布提的美军运输机飞行员夜间降落时，多次遭到来自中国基地方向的强力激光束照射，致使2名飞行员眼部受伤。华盛顿勃然大怒，随即向北京提出正式外交交涉，严正警告不得再有此类危险举动，并称这种行为已对美军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则断然否认，说此事纯属无稽之谈，双方各执一词。这场激光笔对决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弹丸小国吉布提俨然成了大国角力的一个缩影。吉布提只是开始，
近年来，有关中国在非洲其他国家寻求建立军事设施的传闻不断，尤其是大西洋沿岸更成为焦点。2021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爆料称，中国考虑在赤道几内亚建设第一个大西洋沿岸的海外军事基地。消息一出，华盛顿坐不住了，迅速派高级官员奔赴马拉伯游说，劝赤道几内亚当局打消给中国海军提供立足点的念头。美国人的紧张不难理解，一旦中国军舰在非洲西岸拥有补给基地，那对美军在大西洋的优势将构成直接挑战。虽然中赤双方均否认谈过建基地，但蛛丝马迹令人玩味。此前，中国在赤道几内亚的巴塔港投巨资升级了深水码头设施，平时做商港，战时完全可以停靠军舰。该港紧邻炼油厂，补给燃料极为方便，怎么看都像一处双用途设施，引得美国如鲠在喉。另外，2023年，中国又与加蓬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引发美国担忧中国可能盯上加蓬的港口。中美在非洲的安全博弈已从红海延伸到大西洋，两强暗战正趋于白热化。在联合国维和领域，中国更是把非洲当作军队练兵场和外交加分舞台。中国如今是安理会5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派出人数超过美英法俄总和，而这些蓝盔部队中80%以上部署在非洲。南苏丹、刚果金、马里、中非共和国都有中国维和官兵身影，他们修路、架桥、维护治安、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曾遭遇袭击伤亡。2016年，南苏丹内乱中就有2名中国维和士兵牺牲。整体而言，中国蓝盔赢得了较好口碑，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军人在一线冒险流血表示感激。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积极参与非洲的维稳行动，中国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获取了宝贵的海外军事经验。这是北京一举多得的战略，既练了兵，又收了情。军事合作还有种更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中国每年邀请上百名非洲国家军官赴华培训进修，让他们在解放军院校深造，也派遣解放军教官前往非洲开班授课。中国军队曾协助坦桑尼亚训练特种部队，帮助赞比亚建立军事学院，这些交流带来的长远效应不容小觑。如今不少非洲国家的现役将领都曾在中国受训，对中国军方心存好感。当他们日后考虑采购装备或寻找安全伙伴时，自然更倾向于中国。随着中国军事存在的扩大，矛盾和冲突也开始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中国的老兄弟俄罗斯。俄罗斯通过瓦格纳雇佣军在非洲多国搅动风云，而中国在这些地方也有巨大利益，两者难免局域。一出令人脊背发凉的惨剧发生在中非共和国。2023年3月，中非一处偏远金矿遭武装袭击，9名中国矿工被冷血杀害，几乎是行刑式枪决。事后，中非政府说是反政府武装爱国者联盟 CPC 干的，可 CPC 武装断然否认，反咬是瓦格纳雇佣军所为。原来，中非政府仰赖俄罗斯瓦格纳维持政权，而瓦格纳也深度介入当地采矿业。这家遇袭的中国矿企是后来者。瓦格纳要么是想恐吓中国人退出竞争，要么是嫁祸叛军，一箭双雕。一时间真相罗生门，扑朔迷离。然而无论幕后黑手是谁，这事件让北京高层震怒不已。习近平亲自做出批示，要求缉拿凶手，严惩不贷。但真相如同埋入矿井的尸体，恐怕很难水落石出。这起惨案让中国清醒意识到，非洲这片深水区安全不是闹着玩，即使不与西方正面冲突，也可能与所谓的兄弟俄罗斯暗中较量。在非洲这个战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碰撞。为应对这种错综局面，中国开始借鉴其他大国套路，培养和利用代理人以及私人安保力量。这时，一个角色登场了。美国黑水雇佣兵公司的创始人艾瑞克·普林斯，这个人在西方声名狼藉，却于2014年来到香港，注册成立了前锋服务集团 FSG， 公开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安保和物流服务。他甚至在非洲设立办事处，招募退伍军人，说要打造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安保网络。一个曾替美政府打脏仗的雇佣兵头目，如今为中国企业卖力，这画风相当诡异，却真实发生了。普林斯的公司在非洲一些地方确实拿下生意，为中资油田提供武装护卫，帮忙营救遇险人员等等。尽管几年后普林斯因卷入他国丑闻淡出 FSG， 但这一插曲显示，北京并不排斥借用外国安保高手为己所用，哪怕对方背景复杂，只要能护人护财，就是好保镖。除了借洋枪手，中国自己的私人安保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走出国门。在国内，武装保安曾属灰色地带，但自2009年以来，中国冒出了多家保安公司，开始承接海外任务，专门为走进非洲的中资项目提供安保护卫。他们招募退役特种兵，提供从风险评估、武装护送到设施警卫的一条龙服务。
严格说，中国法律不允许私营武装公司公开存在，但这些安保公司打着咨询保安旗号变通运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海外不能直接开枪作战，而是以顾问身份培训当地安保人员或协调当地警方提供保护。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中国海外武装力量的某种延伸。比如在南苏丹，中资油田曾聘请一家中国安保团队为当地警卫培训提供设备；在肯尼亚，也有中国安保顾问辅导中企制定反恐袭应急预案。这些隐身于官方记录之外的灰衣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版的准雇佣兵，只不过披着企业外衣，不悬挂国家军旗而已。可以预见，非洲的军事角逐将越来越复杂，中美俄以及各种私营安保势力多方混战，各怀鬼胎。这片土地可能成为一场新冷战的另类前线，只不过参战的不再是正规军，而是披着不同外衣的武装代理人。此外，自2008年末启动亚丁湾护航行动以来，中国海军就未曾离开过非洲附近的海域。这些年，中国海军几乎一直保持3艘舰艇编队在印度洋上巡弋，为过往商船护航驱赶海盗。这既为吉布提基地建立奠定基础，也锻炼了远洋能力。吉布提基地不仅是补给站，更成了中国军力投送的桥头堡。2015年也门内战突发时，中国海军舰艇就从亚丁港紧急撤离了数百名中国公民到吉布提避难。可以想见，未来若非洲某地局势动荡，中国完全可能依托这些海外据点展开撤侨或干预行动，中美法等多国军队同驻吉布提，使这里成为大国角力的一个缩影。中国10年来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重新绘制了非洲的权力版图。一方面，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带来了发展和机遇，许多普通非洲人切实受益于中国援建的道路、铁路、医院和学校。在新冠疫情最艰难时刻，中国疫苗运抵非洲大陆，填补了西方国家留下的空白。中国维和士兵为保护当地平民流血牺牲，赢得了口碑与尊敬。这些都是正面故事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深度介入也客观上助长了压迫与冲突。为了地缘私利，北京可以毫不犹豫地与独裁者为伍，纵容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只求换来一个稳定的友好政权。许多非洲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或许因为中国持续不断的经济输血而被延缓挫败。中俄这些外部势力的角力，正在将非洲当作代理人、战争的竞技场，平民百姓沦为无辜棋子。我们看到，中国口中的不干涉，其实是一种更巧妙的干涉，不直接插手换政府，但用金钱和交易塑造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非洲秩序。而非洲普通民众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国家利益的算计中。对于很多贪腐的非洲政客来说，他们当然不是真的木偶，而是在中美欧之间左右逢源的老手，只是资源诅咒和治理失败，使一些国家没能有效利用中国投资，反而滋生更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半个多世纪前，老毛怀着感激说过，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今天，中国在非洲的种种精心布局，表面看像是在回馈这份旧情，但这份回馈里早已掺杂进了大国崛起的野心和算计。习近平在非洲描绘的像是一幅精深细腻的工笔画，每一笔落下都是对矿藏、港口和话语权的重新涂抹。而真正被这支画笔触及命运的，是每一个非洲的普通人。我们只能怀抱一丝谨慎的期待，期待当这幅画最终挂上历史的墙，它呈现出的会是比过去更接近公平、更接近尊严的图景。如果不是，那么那些宏伟蓝图和领袖们神态各异的合影，终究只会再添一张让后人叹息的历史照片。